從2012年習近平上台到今天，整整14年過去，中國海軍的軍艦從不到300艘，硬生生堆到了400多艘，飛彈、戰機、航母、2棲攻擊艦樣樣俱全。光是2025年到2026年初的正義使命演習，他们就一口气派出89架戰機，外加無人機海，把整個台灣島團團圍住。北京這邊每年都會講一遍，祖國必須統一，也必然統一。可是各位請看，台灣海峽至今風平浪靜，那條160公里寬的水道，仍舊每天有幾百艘商船來來往往。台灣股市照漲，台積電照樣賣它的3奈米晶片。14年了，為什麼真正的雷霆萬鈞至今沒有落下？為什麼中國一邊在地圖上把台灣劃進自己版圖，一邊卻死活不肯按下那顆按鈕？這個問題已經困擾了華府的智庫圈整整30年。更耐人尋味的是，這個問題的時間軸還可以再往前推，從1949年國民党退守台灣到今天，整整77年過去，海峽兩岸的對峙從第一次台海危機、第二次台海危機，到1996年的飛彈試射，再到2022年裴洛西訪台後的環島軍演，每一次都像戰爭即將爆發，但每一次又都神奇地擦肩而過。請各位想一想，77年是什麼概念？這個時間長度比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祚的絕大部分還要長。一個被宣稱是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利益的問題，被擱置了將近80年都沒有用武力解決，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深究的歷史奇觀。事情要從2026年初的一場閉門研討會說起。當時華府智庫圈聚集了一批最頂尖的台海研究者，其中既有像米爾斯海默這樣的公式現實主義大師，也有從美國海軍情報部門退役的高階軍官。研討會進行到一半，一位記者忍不住舉手，問了一個全場最尖銳的問題。他說，所有兵推都告訴我們，2027年是中國武統的關鍵窗口。可是看看現實，習近平最近2年又是經濟疲弱，又是大清洗將領，他真的還會動手嗎？這個問題拋出來以後，台前一位長期研究中共決策邏輯的資深學者沉默了好一會兒。據在場一位記者後來的回憶，當這位學者一字一句說出他的答案時，整個會議室一度鴉雀無聲。他只說了一句話，他說，因為他們算過賬了，而賬算出來以後，最理性的選擇就是按兵不動。簡簡單單一句話，卻像一顆石頭砸進了水裡，激起層層漣漪。為什麼說算過賬？這賬又是怎麼算的？為什麼算完了以後，連最強硬的鷹派與最理性的鴿派竟然得出了同樣的結論？而最關鍵的是，這位專家口中那個讓全場安靜下來的真相到底是什麼？今天我們就用1集的時間，把這筆賬從頭到尾一筆一筆的算給你看。算完以後，你也許會跟那位學者一樣，得出一個讓人脊背發涼的結論。各位請先看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所有美國權威機構每年都在發布所謂的兵推報告，告訴大家2027年是窗口，2030年是時機，2049年是底線。可是真正深入研究中國決策邏輯的那批人，反而越來越不相信戰爭會發生。2026年3月19日，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發布最新年度威脅評估報告，白紙黑字寫着一句話：情報界評估中國領導人目前並無在2027年執行武力統一台灣的計劃，也沒有設定任何固定的時間表。短短幾十個字，等於是把過去10年華府鷹派一直在販賣的那個2027時間軸正式撕掉了。中國高層所選擇的方式依舊是不戰而屈人之兵。那麼問題來了，這位美國專家口中所說的算賬，到底算的是什麼賬？為什麼算完以後，連最強硬的鷹派米爾斯海默都不得不承認，避免在台灣問題上爆發大戰，是21世紀最關鍵的挑戰？今天我們就一筆一筆把這本賬攤開來，從軍事算到經濟，從政治算到歷史，看看那位讓全場安靜下來的專家到底揭開了什麼真相。我們先算第一筆賬，地理與軍事的賬。各位請打開地圖看一眼台灣海峽，最窄處接近130公里，最寬處超過200公里。這是什麼概念？當年諾曼底登陸，英吉利海峽最窄處只有33公里，盟軍動員了將近7000艘艦艇，5000多架飛機，總兵力超過15萬人，才勉強搶下灘頭。
而台灣海峽是英吉利海峽寬度的4倍。更要命的是，台海有2個季風季節，每年5月到9月是夏季西南季風，11月到隔年3月是冬季東北季風。換句話說，理論上一年裡真正適合大規模2棲登陸的窗口只剩下短短幾個月。對於想搞奇襲的一方來說，這簡直是一道地獄級的難題。中國能不能渡海？當然能，但這種渡海動作會被太空偵察衛星看得清清楚楚，會被海底聲納、水下無人載具、岸際反艦飛彈、無人攻擊船全方位包圍。當你的部隊正在登陸艇上像沙丁魚一樣擠着的時候，那是步兵史上最脆弱的一刻。歷史上其實已經有過慘痛的先例。1949年10月，解放軍曾經企圖渡海拿下金門，結果在古寧頭被國軍打得幾乎全軍覆沒。同年11月，登步島之戰中，解放軍登陸艇在台灣海峽小規模航渡時，光是因為強風與淺灘，就有2個連的兵力直接淹死在海裡。各位請想一想，那才是2棲渡海到底有多殘酷的真實寫照。美國海軍戰爭學院的伊斯頓博士在2025年9月發布的一份報告中專門指出，解放軍對2棲奇襲懷有特殊的執念，他們十分崇拜那些能用詭計奪取灘頭的戰略家。但即便如此，伊斯頓也不得不承認，2棲攻台與當年解放軍的金門慘敗有着本質上相似的結構性難題。說到這裡，我們還必須提到2022年俄烏戰爭給北京帶來的深刻震撼。各位請仔細想一想，俄羅斯擁有全世界第2大的軍隊、第2大的核武庫，與烏克蘭接壤的邊界寬達2300公里，連海都不用渡。可結果呢？開戰第1年，俄羅斯就損失了估計超過10萬人，幾百架戰機，數千輛坦克，整個經濟被西方制裁打到一片廢墟。如果俄羅斯打一個陸地接壤的鄰國都這麼吃力，那麼中國要跨海打一個被山脈與海峽雙重保護的島嶼，難度會是俄烏戰爭的多少倍？北京的軍事分析師私下都承認，俄烏戰爭給中共最大的教訓不是該不該打，而是不能輕易打，打不贏的戰爭比不打更可怕。再來看一個經常被忽視的細節，那就是台灣的工兵與後備系統。台灣早已在全島部署了密集的反登陸障礙系統，包括沿海雷區、水下三角錐、可機動部署的巨馬與蛇龍。台灣全島有超過300萬名後備軍人，其中接受過完整軍事訓練的接近200萬。對比之下，烏克蘭開戰前的常備軍只有20多萬。換言之，從動員深度來看，台灣的潛在抵抗力量可能超過烏克蘭的好幾倍。台灣國防部從2022年開始全面延長義務役時間，從原本的4個月恢復為1年。這個改變看似不起眼，但累積下來，每年新增的可動員兵力會以幾何級數增長。中國軍方在閉門評估中早已意識到一點，越拖下去，台灣這頭豪豬的刺只會越長越尖。就算把整片海峽奇蹟般的過了，第2個地獄關卡也立刻擺在面前。台灣西海岸真正適合登陸的灘頭只有10幾處，每一處後面緊接着的不是密集的都市叢林，就是綿延幾公里的稻田水網。台灣的中央山脈佔據整座島嶼60%的面積，玉山高接近4000公尺，超過3000公尺的高峰就有200多座。換句話說，就算敵軍奇蹟般站穩灘頭，要往內陸打進去，每一條山路、每一條溪流、每一座隧道都是現成的伏擊點，而最致命的一刀還在後面。大台北就在一個巨大的古湖盆當中，四面被山脈圍住，所有對外交通幹道都是窄窄的山口隘道。任何一個熟悉軍事地理的人都知道，這種地形是天然的要塞，只要守住幾個關鍵的隘口，就能把整支裝甲洪流卡死在山的另一邊。不只是地形殘酷，台灣這幾年自己也在悄悄變得更加難啃。各位有沒有聽過豪豬戰略這個詞？這個概念就是說，與其追求建造少量昂貴的大艦巨炮，不如把整座島嶼變成一頭渾身是刺的豪豬。台灣這幾年陸陸續續從美國採購 M1A2T 主戰坦克、海馬斯多管火箭，全力加強反艦飛彈、海上水雷、岸基無人機與無人潛航器的配置。每年的漢光演習都模擬中國以漁船、抽沙船等灰色地帶手段偽裝兵力的場景。2025年那一場漢光，
光是動員的後備軍人就達到22000人，是史上最大規模之一。請各位想一想，這頭豪豬如果被人從正面抱住，會發生什麼事？滿身的刺，會把對方的胸口戳得鮮血淋漓。中國想得很清楚，他們要的不是兩敗俱傷，他們要的是完整的台積電廠房，完整的港口，完整的電網。如果打到最後，台灣本島變成一片廢墟，那這場仗根本就不值得打。更深一層的軍事賬本藏在解放軍自己內部。美國國防部2024年12月的一份評估明確指出，中國軍隊內部根深蒂固的貪腐問題正在嚴重削弱解放軍在2027年前完成武統準備的能力。從2023年到2026年初，習近平先後拿下了20多名解放軍高階將領，其中包括火箭軍司令員李玉超、前國防部長李尚福、前国防部長魏鳳和、戰略支援部隊高層、後勤系統最高負責人。請各位想一想，一個連自家軍隊都信不過，必須年年清洗將領的最高領導人，他敢把整個黨的命運壓在這支軍隊身上嗎？這不是膽小，這是清醒。國際公開情報服務商 Janes 在2024年底的評估報告中認為，中國在未來6到12個月內發動全面入侵的幾率只有 5%。 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2024年的一份調查同樣顯示，僅有 27% 的美國專家與 17% 的台灣專家認為中國目前真的具備執行大規模兩棲登陸的能力。第二筆賬更加殘酷，這就是傳說中的細盾。各位都聽過這個詞吧？台灣的台積電掌握了全世界超過90%最先進的晶片代工，蘋果的 iPhone 晶片，輝達的 AI 加速卡，微軟的雲端伺服器，特斯拉的自駕晶片，全部都得排隊等台積電開機。台積電一家公司在2025年7月的市值就突破1兆美元，這個數字超過了沙烏地阿拉伯國家石油公司，也超過了整個瑞士股市的一半。彭博經濟研究做過一份估算，光是中國對台灣實施一場有效封鎖，全球經濟在第1年就會蒸發掉超過5兆美元。請各位仔細聽這個數字，5兆美元相當於整個日本一整年 GDP 的 1.2 倍。換句話說，這場仗一旦真的打起來，全球經濟立刻進入大蕭條等級的崩塌。分析師估計，每年的全球經濟損失將高達 2.5 兆美元。那中國自己會怎樣？這才是細盾真正的恐怖之處。請各位想一想，華為的麒麟晶片，中芯國際的成熟製程，全部都還在追趕台積電好幾代的技術。中國的工業、汽車、智慧手機、AI 算力，幾乎沒有一個環節能完全擺脫台灣晶片。一旦封鎖，第一個被砸到的不是別人，正是中國自己14億人口背後的整個工業體系。中國商務部當然知道這一點，所以你會發現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最近這幾年，台灣晶片對中國的出口不僅沒有萎縮，反而還在持續增加。中國一邊在輿論場上大喊統一，一邊卻盼命下單買台灣晶片來維持工業命脈。這種精神分裂的場面本身就是細盾力量的最佳證明。更妙的還在後頭，各位有沒有想過，如果中國真的派兵搶下台積電廠房，他們能不能繼續生產？答案是不能。台積電執行長已經多次公開表示，一旦戰爭爆發，那些天價的晶片廠會在第一時間變成一堆廢鐵。為什麼？因為晶片廠根本不是廠房本身，而是一整套精密到極致的生態系統。荷蘭 ASML 的极紫外光刻機，日本的特殊化學品，美國的設計工具，以及数萬名訓練有素的工程師，缺一不可。其中許多關鍵工程師都拿着美國身份或綠卡，戰爭一爆發就會撤離。台積電的高層在2025年明確說過一句話：戰爭爆發時，這些工廠將完全無法運作。換句話說，中國發動武統不僅得不到台積電，反而會親手摧毀人類文明的工業心臟。更可怕的是，這個細盾的力量連美國自己都離不開。美國的 Apple、Nvidia、AMD、Qualcomm、Tesla、Google、Meta 幾乎所有頂級科技公司2025年的營收高度依賴台積電。台積電一旦停擺，美國科技股市值將在幾周之內蒸發掉超過1/3。這個衝擊比2008年的金融海嘯還要劇烈得多。所以你會發現一個非常諷刺的現象：美國雖然天天喊着要把晶片產能搬回亞利桑那，
但台灣政府從一開始就明確規定，台積電最先進的2奈米製程必須留在台灣島內生產。為什麼？因為這就是台灣最後的保命符。一旦這個保命符被搬走，美國就沒有理由為了台灣賠上自己的兒子。那一天，台灣的命運就會像當年的烏克蘭一樣，被獨自留在戰場上。當然，這幾年有一個叫帕里哈皮提亞的矽谷創投出來放話，說再過18個月，台灣的戰略重要性就會消失，因為美國只差1到2個奈米就能自主生產最先進晶片了。這個觀點一拋出來，立刻被各方專家圍剿。印太國防專家赫辛格在社群平台上直接開嗆，他說把2300萬人口的自由民主台灣輕率地當成半導體供應鏈問題來看待。這種觀點比較像是2003年矽谷烏托邦主義者會有的看法，而不是2026年還會出現的觀點。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的資深分析師戴維斯也跳出來說，台灣的重要性絕不只是晶片，而是整個印太地緣戰略的關鍵節點。如果中國真的拿下台灣，第一島鏈就會被攔腰打斷，日本、菲律賓、南韓的海上生命線將全部暴露在中國海空軍面前，整個印太秩序會被徹底改寫，美國在亞洲的霸權也將出現50年來最大的裂縫。請各位再仔細想一想，這意味着什麼？意味着美國防衛台灣從來就不只是為了一個民主小島，而是為了整個太平洋的權力結構。對美國來說，台灣是一塊放在亞太棋盤正中央的關鍵棋子，這枚棋子一旦被中國拿走，整盤棋立刻就會被掀翻。米爾斯海默教授在他的成名作《大國政治的悲劇》中早就預言過，中國若真的繼續崛起，控制台灣將讓中國能將軍力投射到更廣闊的太平洋海域，徹底改變美中之間的權力平衡。那麼回頭看北京這邊，中國有沒有把握能在不惹來美國介入的情況下吃掉台灣？答案是幾乎沒有。第三筆賬是政治與內部的賬，這一筆最沉重。各位有沒有想過，習近平到底真正怕什麼？很多人以為習近平最在意的就是統一台灣，但如果你仔細閱讀他這幾年的演講與政策方向，你會發現他真正心心念念的其實是另外3件事。第一，重新樹立共產黨的絕對權威。第二，意識形態的純化，把所謂西方的價值觀從中國社會中清除。第三，把中國從一個依靠出口與基建投資的中等收入經濟體升級為自主創新驅動的高收入強國。這3件事，每一件都比強行武統台灣要重要得多。為什麼？因為這3件事只要做好，習近平就能在中共黨史上獲得永久的位置。而如果武統翻車，前面所有的努力都會付之一炬。請各位回想一下歷史。前蘇聯的領導人勃列日涅夫當年也曾經在阿富汗戰場上想要為自己的歷史地位再添一筆光輝，結果呢，阿富汗的泥沼一拖就是10年，蘇聯國力被嚴重消耗，最終在勃列日涅夫死後不到10年，整個蘇聯就土崩瓦解了。習近平不可能不知道這段歷史，對他來說，與其在台灣這個泥潭裡冒險，不如把精力放在內部的權力鞏固與經濟轉型上。等到中國真正具備壓倒性優勢的時候，台灣自然會像熟透的水果一樣從樹上掉下來。這是一個從毛澤東到鄧小平到習近平3代中共領導人都默契遵守的戰略邏輯。打不下來的時候就等，能等下來的時候就拖，拖到對方失去抵抗意志的時候再不戰而勝。各位再看一個讓人不寒而栗的場景，如果中國真的拿下台灣，接下來他們要面對的是什麼？是2300萬個剛剛經歷過戰火、家園被毀、親人陣亡的台灣人，是一個基礎設施被自己飛彈砸爛的廢島，是一個必須長期駐軍鎮壓的火藥桶。中國共產黨從1949年立國以來，一直在強調一句口號：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習近平本人在2019年紀念告台灣同胞書40周年的演講中，還親口重申過這句話。可是武統的本質就是中國人大規模殺中國人。這一刀砍下去，傷的不只是台灣，更是中國共產黨自己的合法性根基。即使勉強拿下台灣，未來這個島嶼也將是一個100年化解不開的內傷，會在中國政治體內持續流血。我們再看人口結構這一層，各位都聽說過中國的少子化危機吧？2025年，中國的出生人口已經連續多年下降，總人口開始進入長期負成長。這意味着什麼？
意味着現在中國能上戰場的適齡青年，幾乎清一色都是獨生子女。一場規模上百萬人的兩棲攻台戰役，一旦傷亡突破10萬甚至更高的數字，這意味着什麼？意味着10萬個家庭瞬間絕戶。中國社會的儒家孝道傳統會在這種痛苦中被瞬間引爆。當年的越戰，美國只是因為陣亡58000多人，整個社會就被反戰浪潮撕裂了10幾年。請各位想一想，如果同樣規模甚至10倍規模的傷亡降臨在獨生子女家庭頭上，中國共產黨還能否維持社會穩定？這是一個任何理性決策者都不敢輕易賭一把的問題。德國馬歇爾基金2026年初發布的一份研究報告，更是把這筆賬算到了一個讓所有人毛骨悚然的程度。研究人員模擬了2個情境，第一個是封鎖升級為小規模衝突，最終美國介入後被迫退兵；第二個是全面入侵，但戰況陷入膠着。2個情境計算下來，光是經濟損失，中國就要承擔數兆美元起跳的代價。國際社會極大概率會在戰爭爆發後幾天內對中國全面祭出比俄羅斯更嚴厲的金融制裁與技術封鎖。中國的外匯儲備將被凍結，國際結算系統 SWIFT 接入權限可能被切斷，整個出口導向的經濟模式將瞬間崩盤。而更可怕的是，一旦解放軍在戰場上出現重大挫敗，中共內部的权力結構將立刻進入動盪期，習近平本人的政治地位甚至生命安全都有可能受到挑戰。罗迪姆集团的经济學家赖特与威斯特就直接指出，戰爭對中國經濟的衝擊將呈現非線性放大，光是匯率崩潰與資本外逃這一條就足以讓中國回到改革開放前的水平。各位現在大概明白為什麼那位美國學者會說最理性的選擇就是按兵不動了吧？因為這筆賬無論從哪個角度算，中國都是賠的。打贏了，得到一座廢墟加2300萬個敵意國民，外加全球制裁與經濟崩盤；打輸了，丟掉黨的執政基礎，可能丟掉自己的命。那麼問題來了，既然打不得，那中国就會放棄統一嗎？這就是接下來最關鍵的一筆賬，戰略耐心。各位有沒有注意到，從2025年到2026年，北京的對台論述出現了一個微妙的變化。習近平在2026年元旦的新年講話中，雖然依舊強調統一是不可阻擋的歷史趨勢，但語氣已經從過去那種充滿緊迫感的歷史使命，轉變為一種冷靜的，仿佛在欣賞地心引力一樣的歷史必然。同一個月，中國正式啟動第15個5年規劃，重點放在新質生產力、人工智慧、量子計算與綠色能源。請各位仔細品味這個信號，這不是準備打仗的姿態，這是準備打持久戰的姿態。廈門大學的兩岸關係專家劉國深在2026年2月的一場論壇上講過一句話，他說美國的相對衰落意味着北京不應在台灣問題上耗費過多國力，應該讓中國持續發展的自然趨勢去最終解決台灣的歸屬問題。各位請仔細想一想這句話的含義，他的意思是，時間站在我這邊，所以我不需要急，我只要把自己變得越來越強，讓你變得越来越依賴，讓美國变得越来越无力，那麼有一天，當我輕輕一推的時候，你自然就會倒向我。這就是北京真正的戰略，叫做不戰而屈人之兵。那要怎麼不戰而屈人之兵？北京這幾年用的招數叫做灰色地帶。各位請想一想，過去這幾年我們看到了什麼？海警船持續越界，解放軍戰機天天擾台，海纜被神秘的割斷，輿論場上各種大外宣與假訊息排山倒海，經濟上對台灣特定產業的精準制裁，文化上吸引台灣青年北上發展。這些動作沒有一項構成戰爭，但每一項都在持續的、悄悄的，像溫水煮青蛙一樣，消耗台灣社會的意志與資源。中國海警船的越界次數在2025年達到單月超過300次的歷史記錄，光是台灣周邊海域的解放軍戰機航跡，每年累計超過5000架次。但中國從來不會把油門一次踩到底，他們始終保持在戰爭的門檻以下，這就是灰色地帶戰術最可怕的地方。各位有沒有發現一個更深的問題？灰色地帶戰術之所以可怕，是因為它讓被攻擊的一方根本無從反擊。如果中國真的開了第一槍，那麼台灣可以動員全民，可以呼籲國際援助，可以啟動所有的防禦機制。但中國不開第一槍，它只是讓你每天多承受一點點壓力，多失去一點點民意，
多耗費一點點國防預算。對被攻擊的一方來說，這就像被一隻看不見的手慢慢掐住喉嚨，你想反抗都不知道該打誰。台灣國防部官員私下表示，光是應對每天的擾台戰機，台灣每年就要燒掉數十億新台幣的油料與機體損耗。長此以往，這場無聲的消耗戰比真正開打還要難熬。更可怕的是，北京還準備了另一張王牌，那就是政治滲透。各位請看2026年初的台灣政壇，國民黨主席鄭麗文公開擁抱中華民族認同，重新強調9·2共識。北京立刻在4月安排他高調訪問大陸，習近平親自接見。這個動作翻譯成白話文就是，北京在台灣內部找到了願意合作的政治力量，他們不再需要靠軍艦來改變台灣，他們可以靠選舉、靠經濟整合、靠世代更替，慢慢把台灣從內部鬆動。一份外交事務雜誌2026年5月的分析報告寫得非常露骨，北京正在推動所謂融合發展戰略，透過吸引台灣的企業與人才，深化兩岸經濟依存，最終讓台灣的社會結構被中國牢牢綁住。各位有沒有發現，這才是那位美國專家口中真正的真相？中國不是不統一，而是不需要用流血的方式統一。如果歷史的趨勢已經被自己鎖定，那為什麼還要冒着毀掉一切的風險去打仗？中國的盤算非常簡單：第一，繼續強化軍力，讓美國介入的代價越來越高，最終高到華府不敢出兵；第二，繼續壓制台灣的國際空間，讓世界各國一個個放棄承認台灣；第三，繼續在台灣內部培養親中力量，等待一個願意主動投懷送抱的台灣領導人出現；第四，繼續積累國家實力，等到某一天中國的 GDP 超過美國1倍以上，等到中國的科技自主率達到90%以上，等到台積電的優勢被中芯國際追平那一天，中國連一槍都不用開，台灣就會自己掉進籃子裡。這個戰略可怕嗎？太可怕了，比飛彈轟炸還要可怕。因為飛彈轟炸至少還能團結一個社會的抵抗意志，而這種慢慢勒緊的繩索會讓被勒的人在不知不覺中失去呼吸。歷史學者曾經說過一句令人深思的話，他說真正的併吞從來不是發生在戰場上，而是發生在課本裡、菜市場裡、手機裡、孩子們的偶像名單裡。當你發現自己周遭年輕人聽的歌、看的劇、用的詞彙、崇拜的明星都來自對岸的時候，那場仗其實已經打完了。但故事到這裡還沒完，各位請看2026年的最新變數。美國總統川普在2026年初與習近平在北京舉行會談後，公開表示他不希望看到台灣獨立。這句話一出，整個華府瞬間炸鍋。鷹派痛斥這是對台灣的背叛，鴿派則認為這只是川普一貫的交易式外交。芝加哥大學教授米爾斯海默在2026年初接受訪問時直接點名，東亞的局勢比中東和烏克蘭加起來都更危險。川普政府在面對中國時的不確定性，反而可能讓北京產生誤判。請各位仔細想一想這個邏輯。當美國的態度開始模糊，當白宮的承諾開始打折，當華府的工業基礎被中國的製造業遠遠拋在後頭，那位美國學者所說的算賬，會不會在某一天突然算出不同的答案？這才是真正讓人冷汗直流的問題。說到川普與習近平的這次北京會談，還有一個細節值得注意。川普本人在會後公開暗示，習近平曾經向他做出某種個人承諾，承諾在川普任內不會對台動武。這個訊息真假難辨，但傳遞出來的訊號卻很清楚。北京至少在川普任期的這幾年，並不打算冒這個險。為什麼？因為川普的個性極難預測，一旦中國真的動手，川普完全有可能視之為對他個人的羞辱，做出超乎北京預期的激烈反應。對於慣於精打細算的中南海來說，這種不可預測性本身就是最大的下阻力量。我們再看另一個關鍵變數，那就是日本。2025年12月，日本首相在國會公開表示，如果中國武力進犯台灣，日本將視之為攸關自身存亡的事態。這句話翻譯成軍事白話文，就是日本將會出兵協防台灣。這個表態徹底改變了東亞的戰略平衡。各位請想一想，過去中國在計算武統台灣的成本時，主要考量的是美國的介入。但如果今天日本明確表態加入戰局，那中國要面對的就不是一個對手，
而是2個全球前3大經濟體的聯軍。北京方面對此的反應極為憤怒，認為這是對中國神聖領土的直接威脅。米爾斯海默教授在分析這個局勢時指出，東亞當前面臨2戰以來最嚴重的戰爭風險，而台灣就是這場潛在大戰的引信。一旦這條引信被點燃，整個東亞乃至全世界都會被捲入一場全新的世界大戰當中。這也是為什麼米爾斯海默會說，避免在台灣問題上爆發戰爭是21世紀人類最重要的任務。但奇怪的事情就在這裡發生了，雖然全世界的兵推都把中國武統的可能性越說越高，但實際的中國領導層似乎反而越來越收斂。2026年3月的美國年度威脅評估報告明確寫道，中國高層幾乎肯定會綜合考量解放軍的準備程度、台灣的政治動向，以及美國是否會軍事介入等多重因素，才會決定是否採取軍事手段。這份報告的潛台詞是什麼？是中國目前的算盤仍舊朝着按兵不動的方向在打。亞洲時報在3月22日的一篇分析中更直接指出，中國高層認為美國雖然政治社會問題重重，但其軍事與經濟力量仍然龐大到不可低估。換言之，北京對美國的尊敬與恐懼遠比表面上的強硬姿態要深得多。那麼最終問題來了，這場僵局還能維持多久？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必須先看一個讓北京最頭痛的趨勢，那就是台灣社會的世代轉變。各位請看一份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持續追蹤了30多年的民調。1992年的時候，認為自己是純粹中國人的台灣民眾還超過1/4，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不到20%。到了2025年，這個比例完全反轉了，認為自己是純粹中國人的不到3%，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超過60%。請各位仔細想一想，這個曲線意味着什麼？意味着北京等待的時間越長，台灣的社會基礎就離中國越遠。北京原本以為時間是自己的朋友，可是越到後面越會發現時間其實是自己最大的敵人。一個世代的更替可能就足以讓所謂的和平統一徹底失去民意基礎。正因為這個趨勢太過明顯，所以北京這幾年才會加緊在台灣內部布局。他們深知，如果再不行動，等到天然獨世代徹底掌握台灣的政治話語權，那麼連名義上的統一夢想都會被徹底掩埋。這也是為什麼北京對2026年初國民黨主席鄭麗文的高調表態如此珍視。在北京眼中，鄭麗文這樣的政治力量就像沙漠中的最後一片綠洲，是維繫和平統一論述僅存的火種。各位請看2026年的最新數據，中國經濟仍在掙扎，房地產業還在去槓桿的痛苦中翻滾，青年失業率高企，地方政府債務問題沒有實質緩解。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的估算，中國的地方政府隱性債務總規模已經接近70兆人民幣，相當於中國一整年 GDP 的1半以上。恆大、碧桂園、融創等大型房企的暴雷餘震仍在拖累整個金融體系。青年失業率在某些月份甚至飆破 20%， 導致中國政府乾脆停止公布相關數據。同一時間，台灣的國防預算在2025年達到接近200億美元，這是台灣國防史上的最高紀錄。台灣國防部公布的民調顯示，超過2/3的民眾表示願意親身保衛台灣。所謂的天然獨世代，也就是90後、00後的台灣年輕人，對中國的認同度已經跌到歷史最低點。各位請想一想，這意味着什麼？意味着時間對北京來說未必真的那麼有利。每多等1年，中國經濟的疲態就會更明顯，台灣的本土認同就會更鞏固，第一島鏈的軍事部署就會更密集，台積電在亞利桑那的產能就會更成熟。所謂的戰略耐心，其實是一場與時間賽跑的豪賭。2026年初，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的分析師曾經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就叫習近平的台灣積分卡。為什麼2026年不會是那一年？這篇文章列出了10多個關鍵指標，從解放軍貪腐，到中國經濟疲弱，到習近平對軍隊的不信任，逐一打分。最終的結論是，2026年北京不太可能對台灣動手，但這不代表壓力會消失，反而會以更加陰險的方式持續累積。換句話說，今天的平靜可能正是明天暴風雨之前最深的寧靜。那位讓全場安靜下來的美國學者
最後在閉門研討會上又補了一句話。據在場記者回憶，他說，真正可怕的不是中國什麼時候會動手，而是中国在算清楚不能动手以後所選擇的那條更深遠的路徑。這條路徑沒有硝煙，沒有飛彈，沒有登陸艇，但它有政治滲透，有經濟綁架，有文化置換，有世代更替。對於一個民主社會來說，這種看不見的戰爭往往比看得見的戰爭更難防範。因為飞彈來襲的時候，所有人都會跑進防空洞，但當文化與認同被慢慢替換的時候，大部分人根本不會察覺自己正在失去什麼。各位請仔細想一想，當你打開社群平台，看到某個來自對岸的影片被瘋狂轉發，當你走進書店，發現排行榜上前10名有一半是對岸作者寫的，當你打開電視，發現黃金時段的綜藝節目主持人講話的腔調與用詞與10年前的台灣已經完全不一樣。當你的孩子在 YouTube 上追的網紅背景裡掛着一張對岸某個地標的海報，這些每一件事情單獨看都微不足道，合在一起就是一場無聲的戰爭。它沒有開戰的鐘聲，也沒有停戰的儀式，但它真實地在發生。24小時，每1分鐘，每1秒鐘。各位現在大概明白為什麼這場演講會讓全場鴉雀無聲了吧？因為這位專家揭開的不只是中國為何遲遲不統一的表面答案，而是一個更深的層面，那就是真正的戰爭可能早就在你不知道的时候已經悄悄打響了。他的戰場不在台海，而在你的手機熒幕上。他的武器不是飛彈，而是演算法。他的目標不是領土，而是人心。當這場戰爭打到最後的時候，連勝利方都不需要派出一兵一卒，因為失敗的一方已經親手把自己的城門打開了。最後，我想留下一個問題給各位思考。如果有一天中國真的因為自身經濟惡化、政治動盪、民族主義被迫升溫而做出一個非理性的決定，那麼今天我们算出來的這本賬還算數嗎？歷史上多少次大戰不是因為理性算計而爆發，而是因為一個誤判、一場意外、一個過於亢奮的決策者就把整個世界拖進了深淵。一戰是這樣，二戰是這樣，今天的台海會不會也是這樣？沒有人能給出100%的答案。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看清楚這本賬的每一個欄位，理解每一個變數的權重，然後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做好該做的準備。當年諸葛亮在隆中對裡分析天下大勢，講的是天時、地利、人和。今天的台海局勢也離不開這3個字。地利在台灣這一邊，那是中央山脈，那是台灣海峽，那是天然的地理屏障。天時在誰那邊，目前還很難說，因為中國的經濟疲態與台灣的本土覺醒正在同時加速。人和則是最微妙的一環，它取決於台灣社會內部的團結程度，取決於美日聯盟的可靠程度，取決於整個自由世界對民主價值的堅守程度。任何一個環節鬆動，整盤棋就會傾向另一邊。各位請再回想一次今天我們算過的這本賬。軍事上，台灣海峽160公里寬的天險，加上中央山脈與都市叢林的縱深，加上美國與日本可能聯手介入的影子。經濟上5兆美元的全球損失，數兆美元的中國代價，徹底無法運作的台積電廠房。政治上2300萬個敵意國民，10萬個獨生子女家庭的傷亡風險，中共合法性的根本動搖。戰略上越拖越偏離的台灣民意，越強越鞏固的台灣國防，越接近完成的美國半導體在地化。請各位仔細想一想，把這些賬一筆一筆加起來，你會發現一件非常驚人的事，那就是中國根本不是不想打，而是真的打不了。所謂的祖國必須統一，到了最後可能只是一句喊得越來越大聲，卻越來越無法兌現的口號。但是這並不意味着台灣可以放鬆警惕，因為這本賬的每一個欄位都有可能在未來的某一天悄悄翻轉。中國的科技自主率每提升1個百分點，細盾就薄1分；美國的政治承諾每模糊1次，威懾力就弱1分；台灣社會內部的分裂每加深1層，敵人的勝算就大1分；世界對民主價值的信仰每動搖1回，自由世界的防線就退1步。所以說，這場大博弈從來不是只在台北或北京決定的，它的決定權分散在每一個關心這件事的人手中。
時間永遠是這場大博弈中最關鍵也最殘酷的玩家，他不會偏袒任何一方，他只會獎賞那些看得最遠、算得最清、走得最穩的人。中國為何遲遲不統一台灣？因為他們算過賬了，但賬是會變的。當變數翻轉的那一天，這道14年來懸而未決的世紀謎題，最終會走向哪一個結局？也許答案就藏在我們每一個人接下來所做的選擇當中。你的每一張選票，你的每一次消費，你的每一個被分享的訊息，都是這場世紀豪賭的一個小小變數。如果連你都覺得這場戰爭與自己無關，那麼這場戰爭可能離結局就更近了一步。各位請最後再思考一個問題，當那位美國學者在閉門研討會上說出按兵不動4個字的時候，全場為什麼會鴉雀無聲？不是因為這個答案太過驚人，而是因為這個答案太過清醒。當所有人都在尋找戰爭爆發的時間表，當所有人都在預測飛彈飛來的方向，這位專家卻指出，真正的危機不在於戰爭何時發生，而在於戰爭其實已經以另一種形式，悄悄的每天都在發生。這就是讓全場無言以對的真正原因。台海的真正戰場從來就不在海面上，而在每一個台灣人，每一個關心台灣的人，每一個還願意為自由民主價值發聲的人的內心當中，這場仗已經開打。你想成為什麼樣的一個變數，由你自己決定。